OK， 王太，昨天在中国的杭州有发生一个紧急的，还牵动了什么几百个外卖小哥去和特警都发生了冲突，来了好多特警啊，搞得非常大。这个事情看着还是让人唏嘘不已。不知道你的直观感受是什么？我觉得直观感受就是愤怒终于有了地方可以去宣泄，我们被欺负的这些外卖员终于联合起来，为那个下跪的外卖员出一口气。一个小事情点燃了这么大的一个火，让我好像在反思，为什么我们当初会感到一些抑郁，为什么想要到大马，为什么要去切换一个环境，好像都说得通了。我想借这个事情可以更加澄清楚一些观念。我觉得这样有尊严的活着吧，有尊严的站着就把钱挣了吧。你想我们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概念，膝下有黄金啊，男儿而且是男儿膝下有黄金。今天下跪的就是一个男的外卖员。按照警方通报的说法嘛，当然就是说现在说法还不一样啊。还有很多网友拍了照片，他会坚持觉得当初是一个女的大学生的外卖员。他进行了下跪，原因也有各种说法吧。不探究任何的原因，今天这个照片呈现出来的一个样态，就是这个人是下跪，而且是大家看是平静的下跪啊，估计是要下跪了一阵子了吧。这个是让人不能够忍受的一个事情。是为什么人要为了赚钱，为了要平息怒火，要这样低三下四啊，要下跪的姿态做出来？对，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这个下跪也意味着对人或者是对自己一种极大的羞辱嘛。看得出他想急于脱身的这个急切心态，他已经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尊严、这体面，他都不需要了。对，那这个是一种说法，因为按照很多网友他们看到的说法，觉得是保安对他进行了罚款，还要求他下跪。无论如何，我觉得事实本身已经会显得不重要，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你就不会探究到最终到底是什么真相。会有一纸通文出来，也不允许再讨论这个事情，就偃旗息鼓，人又开始回到原先的那种生活状态。罚款权在我们国家就是一个行政权利，只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才有权去罚款。是你一个保安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利去对着一个就算违反你所谓的物业规定的人去进行罚款？第二个，你这个罚款的依据是什么？200块是怎么定的？你200块的这个罚则是不是已经明确告知了这个违反者？我是指事先的情况下，这里面的程序全是错的。所以很简单，哪怕他不需要有很高学识或者做的什么体面工作的人，他就会感觉到我不公平。他在社会上感到我订单晚送到1分钟，客户要投诉，我一下子要罚什么几十几百，一天的收入会没有。我明明送到楼下的，别人说你就上来吧，帮我跑楼梯也要上来。然后进了小区，保安通常又是不给进的，所以他就很容易的能够感受到整个社会对我好像是不公平的，我好像是被践踏的。关着的，每一扇门真的全部都是关着。对于这个底层的人，但是这个保安他自己不想一想，他自己做一个保安的岗，他受到了这种业主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也差不多，对啊，冷言相对。他的经理公司，据说在保安公司里面，如果你要活下来，活得很体面，是要给上面要塞红包的，要安排你这些班，要给你去值班。其实大家都是在底层啊。没有一个人是高层，我们都是底层啊，底层到最后就是互相伤害啊。但就像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念到一篇鲁迅的文章，就特别好的诠释啊，它叫《灯下漫笔》。这里面就说，在中国社会千年不变的就是一层会压着一层，哪怕你是官阶比他高一点点，或者你的职位比他高一点点，你就会去压着他。所以鲁迅说，只有2个时代，他说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现在是哪个？其实还难讲。你就会看到，好像在这个场景下，保安的权利会比送外卖的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对啊，他可以管理这些人，于是他就会对他去施害。很多人把它形容为叫什么底层互害。对啊，这就稍微做了一点类似于像甲方的人的职位，就对乙方颐指气使。对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家看到的社会当中普遍的现象，已经从职场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的这个状态。没错，其实不单单是职场了，就像你讲的，我们都是底层。那职场是哪里来的？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整体的一种氛围嘛。因为我们自己就经历过，为什么要讲和我们有关系？那我们在封城的时候经历不是类似的吗？对，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我去对我们家里面，那个是封城结束之后，对封这个行政决定，我不服，我就去投诉之后，对方竟然说我态度不好，要找警察来找我谈话，这不也是底层上，这更吓人啊！这是威胁到你的，你要进局子了，你要去拘留了，谈话了。这即便在 MCO 之前。我在上海啊，我已经日渐感到一种人家形容为叫政治性的抑郁。你会发现，你看到社会上有这么多奇样怪异的事情，你感到不公，但是你敢说话吗？
你能说话吗？你会感到我的嘴为什么张不开？在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诉求的和表达的欲望的，但是当你有的时候，你发现张不开嘴，那其实是让人很难受的。你会得到了捶打。比如说，我爸就经常骂我说：“你应该回到你的祖国美国去。”他说我是精神美国人，精美。对，我记得那时候在朋友圈里面转发了封城的那种乱象之后，你知道有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很伤人自尊的，他说他都不叫我名字，他说任小姐，我觉得你应该离开中国，叫我滚出中国。对，这个问题就好像说我们买了一套房子，物业经理干得不好，接下来说，哎，你业主应该自己滚蛋。一样的道理啊，还有很多居民是帮着这个物业的，大家被奴化了之后，就是顺从对提出声音的意见的人，或者说对其他的稍微有一些违反这个规则的人，就完全不施予任何的同情，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啊。对，所以当今发生在保安和外卖之间的，只是一个最真实、最激烈的写照。他们两个都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一个还好像有人说是大学生，在经济下行之下，他为了送一单，已经能够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另外一个也没有过得这么好。他们会发生如此激烈的矛盾，还有一方外卖，他会叫来几百个人，大家都来声援他，哪怕平台说我马上把你封禁了，不给你工作。我今天看到视频，还有你看啊，他们就直接跟特警干起来了，打起来啊，就会这样，警察在节节后退，居民他们从旁边那种花圈店、寿衣店买了很多那种锡箔、那种什么烧的纸，寄到保安亭里面去，就变成这样的，你知道吗？这个社会就好像是一点就燃。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绝望嘛。对，你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今天下跪的人是这一位，可能明天我们不知道走在街上做了哪些事情，也许下跪的就是我们。真的。对，之前不是有人让我们讲社会契约嘛，还有公序良俗，这其实就是一种正义的缺乏。所以底层他往往会觉得这个生活，就像你讲的，就处于一种绝望之谷了，所以他差不多会以一种跟你拼命搏命的这种态度出现。虽然原先我们只是小小的一些心理上的，我好像不能调节啊，不舒服，就算都是我们的问题，那我换一个环境是不是可以生活？所以到了大马之后，我觉得就一下子有极大的改善。是啊，就你在中国时常会有这日子过得这么糟，有什么好活的？就可能当时我有抑郁症的关系，但是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觉得那些外卖员他们可能也是头脑一热，觉得说要为自己的兄弟啊，要为自己的姐妹，大家都联名起来。有可能他们都受过这个园区的气，今天一起要表达了，他们想过这个表达之后，后面明天后果是什么？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想，完全不顾了，或者就是头脑一热，今天老子干就完了。已经到了情绪上头，那个应该是叫 flooding 的一个状态了，非常危险。人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就所谓的叫激情犯罪啊，很有可能其实已经逼人逼到这样一个绝境了。我想一方面是有激情，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刚讲的，我觉得是有理性的。他觉得我没有更糟了，我不管了，会变成这样的。所以你看他们，我看到视频，他们放的是什么？他们放的是国歌，国歌里面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国歌说没错，这就是奴隶，现在就是金钱的奴隶，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对，那到了大马以后，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我想我们应该讲了很多，就是这样，你一下子会感受到整个社会是一个宽容、宽松的气氛嘛？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职业，如果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啊，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是低贱的职位，比如说是在 coffee 店里面送这些茶点的这个外劳，你看他们大家都是对他和和气气的，他对你也是笑眯眯的。对啊，人家还是这样递给你一笑，对吧？微笑了，哎，你什么东西没有拿，或者跟你打一个招呼，对吧？送外卖的人他也是，他穿着拖鞋，哎呀，这样等等你好 ，hello， 就是还是把东西给你 ，thank you， 对吧？我给他一个小费，他也很开心。你就会发现，在这种宽容的社会下，当然，我想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收入高低，你好像可以划分一些所谓的阶层。每个社会还有些人会标榜自己是精英，总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社会的一种融洽度，人是平等的，是很高的。对啊，他不论在怎么标榜自己是精英，大家知道礼仪礼态，把每个人都当人看。别人做的是一份工作，而不是说别人的地位比你低，他收入比你低，他就是自然低你一等。为什么我们中国一直喊反？这么多年，怎么我们就建成这样一个？你好像认为自己是某一个阶级，就像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的不可僭越的这样一个。我先自我喝口茶啊。我真的太难受了，真的太难受了。但我就发现啊，到了大马以后啊，很多人不是说，我可以理解他讲的是什么哈，他很年轻，他会觉得
哎呀，这个上海你看基础建设有多好啊，上海非常安全，我敢晚上出去。我觉得我部分同意，因为只是在他认为安全的时候安全，在他认为先进的时候先进。但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一点是来之不可靠。比方说你封城的时候，你有再先进的网络有什么用？你早上点，我们俩在对着手机点了30分钟，照样连一颗菜都抢不到。我觉得他们只是看到了所谓的安全的外面，就大家看得见的安全，看不见的这个生活。看见你，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家第一次被上门要求做核酸，你还记得吗？半夜3点多，我们家里面被踹得这么响，儿子都吓哭了，说妈妈，我可不可以不下去？我真的这个声音，我现在还是有阴影。我记得后来又有一次晚上有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马上跳起来，我完全不能想象。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暴动了，我又要喝茶。我真的是很恐惧，半夜里面被砸门，真是没有安全感，真的。打开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要求你马上就下去，没有身份，必须马上下去，不下去是不行的。深更半夜，太恐怖了。我觉得这才叫不安全啊！什么叫安全？什么不安全？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还有，你看，我虽然在张江，是高科技园区，就在我工作过的一栋楼下面，就有一个男生因为情杀把一个女生给捅死了。有这样的事情。上次跟2周之前你跟朋友讲，新朋友讲这个事情，人家就说了，这是个例嘛，他也是上海人。当然你可以很多人会维护这样一个表面看起来的美好，跟你说这是小概率事件。没错，我也不想用什么数据跟任何人去辩驳，因为在我们以前生活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靠的数据。再说，他回到头来是回到什么？回到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啊！你进地铁要安检，对吧？上高铁，有人说，你们坐火车都要安检，那这还没什么呢。去医院现在也是安检的，对吧？医院就在上海，那些著名的兢兢业业工作的医生也有被杀掉的，对啊，这种事情都在发生。那我感到不安全。有人可能会讲，大麻也不安全。你看最近前天就有一个卖喇喇粥的摊主，不是跟人起了争执，被人也是打了。人家也会用这些案例来告诉你看，你们沙登这里也有什么抢包的飞车党。我都认可，所以我很难用这什么理性的数据跟他说话。我想说，你为什么感到安全？是因为它是一种可控稳定的状态。这我觉得是其一。对啊，你觉得外面不安全，你就待在自己家里面好了，没有人会半夜3更来敲来叫砸门，叫你要这样下去，心安啊。我觉得这只是其一，这是一道防线。第二呢，它的政策相对是宽松的。还有最重要的是第三，就是你以这个喇喇粥摊主被人打的这个案例来讲。网友们在干什么？首先，它是可以发生的。第二呢，他说为什么不报警？而警察说什么要过夜要过夜审判啊？他说那为什么不去警察总局？到后面议员啊，什么国会议员都出来会帮着说话，整个社会的正义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声，去维护纠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保安员，我们这些快递员不都是聚集吗？这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么高矮的地方，他们真的是牺牲明天的前途，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是，就是个人的代价去维护这个，但没有其他的人敢出来再去发声。对，我们是用暴力的方式去发声。最简单的，在我们小时候，舆论相对宽松，好，等到后来稍微弱化一点。但你到现在来看，朋友圈2、3天过后，你去看看歌舞升平的朋友圈。还会有人去关心这样的事情吗？连转发一下说一下官方消息都不会有了，大家都开始自我核查，自我审查，自我的就是提醒自己，我要乖一点，我不能去犯规，对吧？什么桥塌了，水淹了，都不再有人具备这种最基本的同情心去表达他们的哪怕是远程的数码的赛博式的关心都没有了。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点原因，让我心理上感到是什么？时间长了，你会变得麻木，因为麻木你会变得不仁，你就很难讲我在做一个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哪怕你说为了自己吧，是一个好人，一个传统意义上堂堂正正的人，很难这样讲的，就不会有一片雪花变得是无辜的。是啊，我觉得不仁这个状态是非常恐怖的。除了你说的这个麻木状态，其实更多的可能是我们下一代，他是完全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是说下一代，我上次回去也特别震惊，我们这边听到过的一些这个事件，回去跟我爸妈说，我妈妈一脸懵啊，她觉得我是造谣的，你知道吗？我在想到这油罐车去装食用油的这个事情，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知道吗？
他们从小就是吃这种东西长大的。对，而且他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就像你讲的，这真的是杀自己人，《红楼梦》里面说的一模一样，一大家子看起来是从外面杀进来，一下子是死不了的，可是从里面自己人杀自己人，他很快他就倒下去了。对啊，太吓人了！就不管是你从精神上给你的这种所谓的限制，还是在物质上给你是各种各样有毒的科技和狠活，这是全面的被打啊！天哪！你看，我记得我在有一些讲第二家园的视频，有人说你马吹，对吧？也就算了。我昨天看到还有个评论，他说傻子，对，几十万元就买个旅游签证。我在想，你知道什么呢？有很多东西，就算是几十万，你可以买到吗？我觉得还有人会在里面骂我们说，你们什么一说某些字，你们就没有声音了，说我们没有 guts， 没有这个胆量。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人都自生活在那个地方，我们能说什么？话只能说到这里。对，我们就选择用脚投票而已，可以了。大家说我们傻，我们宁愿选择傻，这就是自由嘛，选择自由啊。我是觉得马来西亚的有些东西真的是不是一般哈，什么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到？就你说干净的水、空气、食用油。他们也会跟你说，只是没有爆出来而已。你怎么知道马国这种第三世界小国能够把东西弄得那么干净吗？他们会这样去自我麻痹、自我沉醉。Anyway， 他们去他们的。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让自己心安，对吧？因为我回到那边也是接受暴击，那我在这边，让我开心一阵子再说吧。这个就是说，你还是要让自己感到心安，因为我们周边的人相处，大家对此的看法，我们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看法。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思考。我从体制上进行的探讨。我从一些规范和历史上，就得到一些结论，我都让我感到非常安心。That's it， 我觉得这就够了。是啊，我想起来，其实很多年以前我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我就听说我们的合伙人为了收律师费，也是给别人下跪。我那个合伙人是一个香港人，给的是一个内地的，现在已经是崩塌的一个地产帝国的这个 CEO 跪下来问他要律师费。我当时非常受震撼，我心里面想。我暗自发愿，我将来不要做这样一个下跪乞讨的人。但是在职场上面，怎么说呢？我知道将来一定会走到这一条。可能你不是形式上的、肢体上的下跪，但是你精神上真的就是在下跪。对，我觉得由推己及人，你想到自己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就会知道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也会做出一些选择嘛。所以我很庆幸啊，我现在很珍惜我们来到这边，真的要把日子好好过下去。我想站着就把日子过了。对，对我们来说既很难，但是你又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它又不是这么难，所以就像你讲的，就需要珍惜嘛。它在理性上来讲，它也不是一个好，它会导致一些各种各样的恶性的结果，让这个社会变得崩塌的。你像现在就发生什么偷窃尸体这样的事情，而是不管你是什么教授、医生、什么劳动模范都没有用啊，都会干出这种毫无底线的事情。让我真的不想看这种东西，所谓的政治性抑郁啊，我真的是感觉到太明显了。很难受，很难受。其实一个社会要形成一种共识，就你不能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这种无底线的情况。所以你看，我就说大麻有些东西啊，不是别人能够理解的这个好的，真的不是几十万可以买得来，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你只是把钱存在那里 ，OK， 你去看看，大家过的是有信仰的、有底线的。这个社会如果发生问题，它有刹车、有纠偏能力的这种生活啊，这个真的不是轻易能够得到。是啊，我心里也很难受。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的人民，他们很多时候受到这样的伤害，但是他们不自知，还在那边很癫狂的跟着这个唱着这个正能量，我心里很难受的。对啊，所以我们的东西经常做的会有一点好像沉重啊，或者有人叫我们是负能量嘛。那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情况。我反而觉得，如果你明知道情况，而感觉一切都只是歌舞升平的，美好的。正能量，这是一种残忍。你看你的情绪也不能自已，有一点这种痛苦、哭泣。我也想要澄清一下，不像有些人觉得 OK， 我们讲了这些负能量的，好像就是我们盼着自己出生的地方中国我们长大的地方中国没有，我们成长的地方不好。对，其实是一种心疼。理性的，哪怕理性的来说哈，这中国不好，对他的邻居会很好吗？会对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会好吗？会对整个世界会好吗？因为你不可否认，它的体量已经变得很大，它的不好并不会
让一切变得好起来。那我们能做的是让自己心安。我必须要，把小我、把家庭先顾好。所以我想要切换环境，所以我想要远离这些对我来说有毒有害一些情况。就像前几天有观众说的，他说他很感恩自己的父辈、爷爷辈的人在这边落地生根。我希望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他们也会想到，我们当年做了这么一个傻的决定，然后在一个新的国家，也许他们会觉得说，谢谢他们来这里落地生根。对，新一代客家人。好的。OK。好，就这样。这是不是尺度有点大了？历史上尺度最大。